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正式上课了啊！我们继续完成这幅作品。那么首先呢，我们是把这个菜花的部分呢，要给它完成啊，菜花部分完成。然后呢，把蝴蝶画一画，最后把地面处理一下。哎呀，碟子不应该洗啊，我把碟子给洗了。那么颜色的话啊，如果有新来的同学啊不知道颜色，白菜的颜色啊就是咱们用的这个绿色，你可以调一点赭石，深的地方啊，浅的地方呢就用这个支绿啊加一点三绿进去。那么老师用的颜料啊是这个颜料，这种颜料，吉祥的。你可以比如说深的地方呢，可以用这个啊比较偏深一点的绿，如果还不够深，你里边可以加一点赭石，然后调一点点淡墨进去。如果比较浅的地方啊，可以在这个绿的基础之上啊，加一点三绿进去，那么它的颜色呢就有深有浅。那么偏白的地方，趁湿的时候撞一些白进去啊，撞一些白进去，那么它里边啊就像我们之前上一节课画的牡丹的叶子一样。那么有的地方呢会比较显得深一些，有的地方浅一些啊，鲜嫩一些，那么就有了颜色的变化。那么这个杆呢，这个杆同样啊也是这个白菜的颜色啊，要统一起来。那么它的颜色呢，首先颜色相对来说要浅一点点，对不对？浅一点点。继续啊，那么老师啊重新调一下颜色。没有上一节课没来的同学呢，可以这会儿啊可以看看我怎么调这个颜色的。就是这个比较深的绿啊，比较深的绿。可以调一点，比如说想让它浅一些呢，调一点三绿进来啊。我想让它深一些呢，可以调一点赭石进来。那么颜色啊，我们都是在这么互相的调和中呢，去完成它的这个颜色的变化的。所有的颜色啊，不要说是直接用这个纯色啊，除了白色呀、藤黄这一类的啊，可以这么使用。那么颜色有许多都需要我们调和到一块使用的。我们需要几个基础的颜色啊，你有几个基础色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颜色它特别多，有24色、36色、72色，还有100多色的都有。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啊！像我们十几年前呢，像我们考试的时候呢，参加高考的时候画这个色彩的时候，那么颜色是不多的啊，颜色不是特别的多，而且需要自己调和啊，你必须得学会调色，是没有调好的现成的颜色。那么后来等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到了学校里边去高校里边任教之后有时候会参加一些高考的监考，这种艺术类考试的监考。我发现学生带的这个颜色特别的丰富，几乎不需要你调色几乎不用调色，完全都是调好的。这个就像一个色卡一样，从深到浅比如说一排绿深到浅都过渡好了一排红深到浅都过渡好了，就像我们女生用到的这个口红的色系一般，非常的变化非常微妙的这种颜色都有所以呢，这个画画这个东西特别画色彩这个东西就慢慢在这个技术的加持之下变得简单了，同时也失去了一定的这个趣味性了你说这个颜色它都给你调好了，你直接涂就行了，你也不需要了解太多的这个色彩知识了。如果是临摹一张作品完全就直接照着画就完事了。你说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这个小菜花啊，这个像油菜花的感觉，像油菜花的感觉。我们把这个杆啊，先给它加上啊，加上。对，你看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里像啊是个小豆子似的啊，小豆子似的，长得是像小豆子一样的东西。那么它需要撞入白色，往里边撞入白色啊。这菜籽什么？这是不是？再调一点白啊，再挤一点白。现在没有大师，哎，现在大师这个词儿啊，都不大好听了。调一点白啊，看看点一点，间隔着点一点啊，就像豆角一般。哎。1000赞已经点好啊，谢谢妹儿，手速非常快呀。画画也这么快吗？妹儿，妹儿同学，你画画了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画过蘑菇了？平时就你给我留言啊，让我开这个蘑菇课，几乎我每发一条视频，你都会在底下评论一下要开蘑菇课啊。我不知道现在你画作业没有？它这是这个花心啊，上面起来的，可能是像这种有的一些花，比如杜鹃花啊、萱草花，它的这个花蕊啊长得比较高。好，往上越来越复杂了啊！往上呢，它这个都是密密麻麻的啊，长了很多，像之前说像那个醉蝶啊，像油菜花似的，小豆子小豆子还没开花的这种啊。那么我们由上到下呀，要由小到大这么去点它，哎，对呀，是永久有效的啊！我们的课程是永久有效的。每一期课都是永久有效的。那么老师啊，才开课也是才开。
每7克呢，基本上，现在预设是120节，基本上都是在120节上下吧。应该上不能下啊，不定了就不能低于120节，反正要么多一些啊，不会少。好，注意这些交叉啊，注意现在这些线条的交叉。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很多同学啊，在画一些类似于像这样的线的时候，比如画兰花啊，画一些草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啊就会忽略这种交叉的方式啊。交叉它有没有规律？它同样是有规律的。你容易打结，如果太过随意啊，容易很多条线啊集于一个点上，那么这是非常不好的啊。这是咱们画国画里边啊是通常比较忌讳的一种交叉方式。所以我们在交叉的时候要注意啊，尽量首先可以平行的，对吧？然后呢，稍微再间隔着，可以出现这种破开的这种，比如一笔长一笔短，一笔破风眼这种笔法，怎么可能呢？这个你还在相信抖音这个平台啊？学浪就是抖音的嘛，你得相信抖音这个平台是能够扛住风险的，对吧？好，然后点一些小点，上面比较小啊，下面比较大。点的时候注意啊，你如果点不好，你可以首先呢不要撞到一块，你首先保证啊别撞到一起，然后稍微有一些错落啊，稍微有一些错落。对呀，你都找到我了，你还怕啥？我又跑不了，对吧？咱又没有私人飞机。好，比较大的这些，它有一些微微的挑起的这个感觉啊，你看看没有？有一点点微微挑起的感觉。有一种抬头的感觉啊，想要抬头，就和花蕊一样啊。其实很多花的花蕊啊，特别是这个荷花，它的一个花蕊长得就是大致是这样的啊，不断增加啊，增加。那么点的时候要快一点啊，不要让它干了，千万别干了。有的地方该密啊，你就大胆的让它密一点啊，比如上面这些地方啊，要密一点就密一点。好，继续用白色，赶快用淡淡的白色啊，装入进来啊。这就是撞粉啊，这就是撞粉了，对吧？好，下面我在这个绿的基础之上啊，我加一点赭石，或者加一点点淡墨啊，我调一点比较重一点点的颜色，我再把这个交叉给它丰富一下。那么这些交叉呢，有时候感觉出来像那个类似于什么？如果不要这些点儿，这是不是类似于一组松针呢？对吧？
一乳松针，松针这种感觉。所以你在画松针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类似的啊交叉，就看怎么处理了。好，给它加一加啊，丰富一点。有的地方啊重一点，可以提一下。好，我们换一边啊，换到下面来。那么现在这个下面啊，下面也有很多，对吧？这一块也有很多。这一块我们也把它完成一下。首先呢，还是同样啊，像画松针似的，像画小松针一样啊。再来点点儿，注意大小啊，大小高低这种错落，以及朝向啊，这种点的方向也很重要。这些呢都需要啊，大家在平时不断的练习当中啊，慢慢的啊体会，慢慢的注意。培养出一种意识啊，撞白，撞入白色。等它干了之后，还得点一些这个小花的花托呀。它虽然都是，它其实就是类似于这种小花苞啊，还没有开。如果开呢，就是这种小黄花。所以一会儿同样还得点一些花托。啊，还有往下去的，看到没有？这边同样也是啊。我的老家，我的家是湖北的啊，我现在是在安徽，在媳妇儿家。本人湖北的，湖北人，不是山东的啊。北方漂泊多年啊，已经应该说乡音未改，我的乡音改变了很多了。好，那这些等的干了之后啊，进一步呢还得点一些小花蕊啊，不是北京的啊，不是北京的，想成为北京的。来，再来这边，再来这边，再转到这边来啊，这边的小花。
这边来，大连老来，子晨老师，子晨老师没上课吗？有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帮老师增加一下人气，点点赞。今天人气不高啊。昨晚没有，因为昨晚没有播，所以今天人气不高，是不是？湖北人啊，不是湖北人。湖北是哪的？不浪漫啊，浪漫不了。啊，直播间老师多呀，没事啊。我还以为我还没出道就过气了呢，没人看了。我只能用画技啊，用自己的画技征服大家。用实力说话。没有天天播，没有天天播。天天播也不累，那么累吗？也不累啊。这画画的人他就是天天画。赶紧点白啊！这个屋里温度上来了，空调开的还是管用的啊。装一点白色。好，这种小花，赶紧的，像画小松针一样。我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对，长江边长大的也不会游泳啊，父母不让游，也没学，所以一般这个江边呢，以前小孩小时候就喜欢下水，我从来不下，不敢下，害怕。长江就从我们家乡啊，穿着我们家乡这么过去的。我只敢在江边上，在那个堤坝上面啊，看看船呢，看看人家玩，自己从来不敢玩。
我是湖北黄石的，我老家是湖北黄石啊，湖北省黄石市。这能说吗？学霸市是黄冈市啊，学霸是黄冈。但是个伪学霸。你这样一说，我都感觉我对不起我的家乡啊，没有成为一名学霸。黄州不是黄州不是湖北的呀？哎，黄州不是黄石啊，黄州指的不是黄石，黄石。黄石不是黄石，它成立市好像比较晚吧，是新中国之后啊，所以才叫黄石市，所以肯定不是黄石。黄州赤壁啊，咱也不是学霸。玉山老师是河南的，河南省的。这个家乡，这个你都在那儿的时候啊，没觉得多好，哎，离开多年之后还觉得是家乡好。像我离开我的故乡啊，好多年了。对，小时候比较听话啊，比较老实吧。稍微改变一下啊，稍微改变一点点。因为画的时候，这整个这颗白菜呀，画大了，然后上面地方不够了啊，不够了，所以呢，我就这个空间得缩一缩啊，都缩减一下，所以只能委屈上面的小黄花了。发了个大财，本来是颗小白菜啊，发成了一颗大白菜。
像这空里边还可以加一些这个花啊，加一些花进去。小幅的作品啊，像这种墨骨作品呢，小幅的作品就是得画的精致才好看啊，画的精致，里边的颜色、造型啊都要特别的丰富，它才能好看。那么大幅的作品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统一，画面的统一整体。所以呢，我们画大幅作品的时候啊，要更加注意整体啊，不能太去在意这些细节的地方。但是画这种小幅啊，它已经尺幅不大了，你再不注意细节，那这幅作品还有什么可看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幅作品和小幅作品处理的时候，这种方式啊是有所不同的。木骨画面都感觉脏乎乎的，怎么会脏乎乎的呢？怎么会脏乎乎的感觉呢？啊，没有啊。像你觉得脏乎乎是说的是哪个地方？不会脏乎乎啊。墨骨非常的讲究这个起码这个咱们今学到的啊，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墨骨的画法呢是比较讲究画面的干净整洁的啊。其实无论是什么画，它都不能说是画面脏乎乎的。这个白菜是因为这个叶子啊，叶子的原因是积水积的原因啊，这是一种它墨骨嘛没有线啊，它这个白菜呢它是上面比较斑驳啊，为了体现这种斑驳的效果，所以积水会积得比较重一些，时间长一些，那么形成的这种水迹啊，你要看整体效果，知道吧？看整体效果，怎么会是脏乎乎的感觉呢？积的时间长了一些啊，倒是真的啊。我要时间一积了一长，它上面呢就颜色会重，就跟我们之前呢上过那个，你们是不是上过那泼彩课呀？啊，泼彩山水课上过吧？那么泼彩山水呢，是不是积的颜色会比较重啊？什么青绿啊，这个青啊绿啊这些颜色啊，还有墨，对不对？啊。会积的比较重一些。那么这种啊，类似于那样的，有时候泼彩的时候你会看到啊，有一些颜色上面会有这边缘会有这些痕迹，那么都是证明啊它是积水积过的啊。那么这个颜色说明泼的时候呢，在上面停留的时间非常长啊，慢慢的等它干，泼的非常多。所以你注意看这个画，你就能推断出它的一些画法。其实如果你真的研究过啊，呢，你就能推断出它的一些画法，就不会觉得那么难啊，就自己也能画，对吧？像有些作品，仔细的推敲，那么它的这个技法层面，你自己其实是能够解析出来的啊，其实是能够解析出来的。你像这个泼彩呀，有些啊会有这种比较重的痕迹的这种，那说明是积的比较多的。有些泼的完全不见痕迹，那个颜色好几种颜色之间啊碰撞在一块儿，完全不见痕迹，那么它
泼的时候，其实就是撞色嘛，其实跟咱们画墨果的撞色法是一样的。但是它是不是所有颜色混到一块泼的呢？也不是啊，有的不是，有的是一种颜色一种颜色一遍一遍的泼成的，所以它不见痕迹。那么这种泼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颜色干了，另外一个颜色要泼之前，那么你就把画面得处理一下啊，你给它打湿，湿了之后，并且也边缘得处理的逐渐变干啊，颜色呢泼在有水的地方，需要一遍一遍的这么去泼它，有很多的方法技巧啊，这里边啊，等回头给大家安排这个泼彩课的时候呢，再给大家讲吧。这只是反的，什么意思啊？新来的同学啊，多点点关注啊，帮老师助力。下一节课呢就不画墨骨了啊，下一节课画小写意了。那么喜欢画小写意的同学啊，不要错过了啊。下一节课不画墨骨了。两片小叶子。拍电报是在点赞吗？像叶子里边啊，也能撞一些白进去啊，也可以撞一点白进去。WPS 是不是 WPS 很厉害呀？好了，基本上啊，这个小菜花呢完成了。那么下面我们来把这个蝴蝶啊，把蝴蝶画一画，把蝴蝶画一画。我再把这个图啊挪到那边去。这幅作品啊，这个小蝴蝶特别多，特别的多。小蝴蝶很多啊。我们首先把这个上面的啊，这两个蝴蝶给它画一画，啊，把这两个蝴蝶画一画。
首先呢，我们调一点墨，勾一下蝴蝶的轮廓。你可以用一支小的这个毛笔用一支小的狼毫，小狼毫勾一勾。小蝴蝶，那么可以从它的身体画起小蝴蝶呢，它的身体呢就是个毛毛虫，对吧？其实就是个毛毛虫。其实就是一个毛毛虫。它这个身体感觉和那个蚊子的身体差不多，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观察蚊子啊？就是这样这而且这不光是个蚊子，而且呢，感觉像是一只花蚊子小肚子上面还有这个白色。是吧？一只小花蚊。画动物画。这个课程里边都会有什么动物小鸟小眼睛。小触角，小雷达，这个线条要轻盈要轻盈。细如发丝，看到没有？有的地方细如发丝，藕断丝连的感觉，对吧？笔断意连，我们讲的中间这一块断开了，但是呢，这个笔断意连还是连在一块的好，身体部分呢画完了，那么下面呢给它加上翅膀注意两边翅膀的大小。好，然后把
这个斑点啊给点一点，斑点点一点，或者等它干了之后啊，先染一点白也行啊，先染一点白也是可以，染完白最后再点这个黑点也可以啊，最后再点黑点也可以。好，另外一只在它的上方，另外一只在它的上方有一些这个互动啊，有一些互动。两只蝴蝶呢，好像在打闹一样啊，在打闹一样。那么说了啊，它那个头啊，这个长得就像一只小蚊子啊，长得像小蚊子。整个脑袋啊是个尖尖的啊，尖尖的。那蝴蝶的嘴巴，你有见过蝴蝶的嘴巴吗？嘴巴呢就是这么上去啊，转一个圈儿。呀，谢谢啊，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怡怡。它的蝴蝶啊，就是这个蝴蝶它的身体啊，嘴巴，你看那个宋画里边的蝴蝶画的特别仔细啊，就能看出来。那么等它干了之后，我可以用浓墨在两边再点2个小点，表现它的眼睛，对吧？好，现在呢，那么它的身体部分，它是与的头部垂直的，头部垂直的啊，所以身体部分在底下，不要太重，可以装一点白进去啊，装一点白进去，哎，干了它就会浅一些。好，简单的表示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勾这些细小的线条，是非常讲究的啊，是非常讲究的。要用到什么古法用笔？你看，即使很小、很细微的线啊，你得勾出精神来，有提按，有顿挫啊，有这种提按顿挫在里边。那么像这种昆虫，通常呢，都6个腿啊，6个腿，别画成8个腿了啊。前面前面4个，后面2，对吧？你看，像这个蚂蚱，像底下这个蝈蝈啊，你看底下这个蝈蝈，它就是这样的。好，这个翅膀啊比较窄，它有一个透视，比较强烈的透视。那么这边翅膀呢偏大一些，这边翅膀偏大一些。注意用笔。如果你从上往下呀，这样感觉画不好呢，你可以从下往上画啊，可以从上往下画。那么注意翅膀要一高一低啊。对，我这个有点画不下去了啊，我就只能画到这儿了。哎，注意啊。有的线啊，要方中见圆中见方啊，看圆中见方，对吧？它是一个这么侧过来的。这个翅膀折起来了啊，折到后边去了。
好，哎，这是这边，然后触角啊，小小的触角，发电报用的吗？你可以选择从上往下画，也可以选择从下往上画，都可以啊。那么这边还有3朵，如果我上面画不下了，我可以往下面画也行，画在下面也行啊，哎，画在下面也行。我上面确实画不开了啊，抱歉啊，抱歉各位，确实画不开了，我只能画下边了。给你们看一看啊，我因为这个白菜确实画大了啊，失误了上一节课。白菜确实画大了一些，对吧？然后呢，这边导致这边蝴蝶画不开啊。如果非要画呢，也能画，但是画到最后就平了，最后这个高度没有了，还不如不画啊，还不如不画。那么要么就画在底下也行，画在底下，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啊？就画在底下吧。如果大家也画大了呢，你也画底下啊，画底下这一块，蝈蝈的头上面啊，画在蝈蝈头上面，画在这个菜花这一块啊，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构图它是有起伏啊，它不会太平。太想发财了啊！画了一颗大白菜，结果画不下了，蝴蝶画不下了啊，不能招蜂引蝶了。来，从这儿开始。它这一组蝴蝶特别的漂亮啊，不画呢就觉得有点可惜啊，画了吧又画不下。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飞的啊，不知道这个动态是咋样的。那么身体啊，哎，腰部比较细啊，腰部呢比较细。白色的点给点上，是熟宣啊，不是用的卡纸，用的熟宣。翩翩起舞的感觉啊，就让这个菜花呢挡住一点。这一半是折起来的啊，这边翅膀这一片翅膀是折起来的，像什么？像个小花瓣一样啊，像小花瓣一样。
哎，腿。这里边的花纹呢，先不画啊，先不画，一会儿染完白我再画吧。先画了也可以，其实先画了也行。如果染完白的话再画，有可能会阴啊，会出现阴的效果，往外阴的效果。如果你现在画呢，那么这个线呢是比较干的啊，不会出现阴的效果。如果一会儿在白的基础上画，可能会阴。所以啊，你得知道啊，什么是情况下画什么，这个步骤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经验，对吧？一种经验。比如说你没理解，我也不太理解。它是一个正面，你知道吧？你比如看过飞机，对不对？看过飞机吧？哎，飞机飞在你的头顶上，它这个肚子对着你的啊，这是个肚子对着你的。然后这都是这个蝴蝶的，我们通常画的是背面的蝴蝶，它画的全都是正面露着肚皮的蝴蝶，看到没有？全都是露着肚皮的蝴蝶。那么这个这边的翅膀呢，它又折上去了，啊，打开啊，往上去了，往上翻，明白吧？它全都是肚皮对着你的。对，都是纯的仰视啊，纯的仰视，也不是仰视，它就是你看蝴蝶嘛，怎么给你举例子呢？回头买点蝴蝶标本。所以他画东西啊，人家画的人家都学不来，对不对啊？这个都无法复制。那么他这个绘画的角度，对他对于绘画的理解啊，以及他创作的这个角度，是非常独到的啊，是不同寻常的，发现没有？哎，不同寻常。那么这就是高人呐，高手啊，对不对？这就是高手。你看，这又是一个正面啊，肚皮冲着我们的，不走寻常路。这得观察多入微啊，观察多入微，对这个多仔细啊，才能这么大胆的去富有想象力啊。不得不佩服啊！闲云野鹤来啦，来的有点晚了啊。我们把这个都画出来。
好，头上两边啊，你可以加重一遍。你看，像这样的加重一遍啊，加重一遍，就像是眼睛似的啊。那么这个线条一定要肯定要流畅啊，一定要肯定要流畅，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啊。画这样的线条细线，有丝毫的犹豫都会哆嗦一下。它其实并不复杂，相比较而言啊，这几只蝴蝶啊，在他所画的这些蝴蝶里边呢，啊，并不算复杂。他画的蝴蝶啊，有些画的特别复杂，颜色五彩斑斓的啊，特别的好看。那么这几只啊是比较素的。可以把这些先点一点啊，先点一点。到时候染白色的时候就得注意一点啊，不要染脏了。如果你先不点，先染完白再点也是可以啊，都没关系。蝴蝶上的花纹都是一样的啊，每一只呢都是一样的，都是采用了这种黑点。这是小粉蝶。那么这个蝴蝶呢，这个翅膀啊，我给画到这个菜花里边去了啊，画到菜花里边去了。那么它这个上面其实还有一只，
另一只的动态和这一只是一样的啊，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还有一只在这个上面，那么和这一只的动态是一样的，太雷同了，这一只有点太雷同了。你可以省略，先可以不要画那一只了啊，我觉得过于雷同了，别画了啊，就两只吧，那只我给省略了。好，我们把这几只啊给它画好就可以了啊。那么自然而然它就是一个白色啊，一个白色。这儿还有一只呢，啊，这边还有一只还没画啊，这还扒拉着一只，一会儿画。我先把这几只画完吧。要么先勾完，全部勾完再去上色吧。我统一勾完啊。那么咱们就一共画5只蝴蝶，5只蝴蝶，一只小蝈蝈啊，5只蝴蝶，一只小蝈蝈，非常的热闹啊。很热闹。一只在这儿，扒这儿上面的。我得找一个适合的位置啊，可能不一定能画全了，我看看。一会儿往这边再加一朵花啊，给它降低一点位置，然后呢，把这个蝴蝶从这儿开始画，让它扒拉到这儿啊。先把花给点了吧，只能是临时改一改了啊，没办法啊。不把这个位置啊降低一点呢？哪一只没画腿啊？等一会儿啊，我先把这个画完一会儿再安排。像这样，如果画不下去，那么我们想要给它腾一个地方呢，我只能是往这边降一降了啊，只能让它往下面低一点啊，委屈一下了啊。再来一朵小花。来一朵小黄花，然后呢，让它在这个地方，一朵小黄花。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像个小的这个刀郎啊，小螳螂似的。必须是一条曲线。
就像个小毛毛虫。小毛虫。画这样的画特别有意思啊。像这样的线条勾的时候，得屏住呼吸啊，屏住呼吸，等这个线条勾完之后，再大喘一口粗气。如果在勾线的同时你呼吸的话，你的手啊就容易抖，你就憋会儿气啊，憋会儿气。好嘞。它也是有粗细的，看到没有？虽然我们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啊，但其实呢，它也是有粗细变化的啊。那么这个翅膀上的纹路的这个墨色，要与它这个腿的墨色要做一些区分啊，有一些轻重的区分。好啊，我们来把白色染一点白色。
调点白色啊，白色。一开始不要调的太厚了。那么如果是咱们先呢点了这个花纹的话，你这个染白时候要小心啊，要躲着点这个黑点，否则容易跑墨，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一开始呢你没有点花纹，那你就可以大胆的涂啊，涂完之后啊，再在白色的基础之上，你再来染，再来勾啊，再来勾，再来点这些花纹，那是可以的。你像这个腿，这样画的时候，如果你给它盖住了，回头呢看看，如果盖了太明显啊，可能会复勾一下。一只白色的小蝴蝶，像这边两朵我没有勾啊，没有勾呢，我们这两朵呢，我们就大胆的涂，干了之后我们再来勾，好吧？你看一看两种不同的这个先后顺序，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会不会有什么差别？做个小实验，对吧？做个小实验啊。那么好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能不能在这个白色里边啊，虽然它是个白色的蝴蝶，但是白色在光线的这个照射下呀，它其实颜色是非常丰富的啊。那么我能不能撞一点颜色进去呢？来个撞色，好吧？我们来一点撞色。装一点，我看看啊，黄黄绿绿的颜色吧。我调一点点黄黄绿绿的颜色啊，做个小实验。所以画画不要怕画坏了啊，要大胆的啊，大胆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法呢？咱们大胆的尝试一下。那既然是撞色，我先撞这边吧。看啊，有些地方呢，我就撞一点暖色进去。撞一点暖色进去，就让这个蝴蝶稍稍脏一点点呢，不要太白了，对吧？好，那么这个蝴蝶在它前面，那么它可以白一些，它可以白一些。但是到了这儿，我又撞一点颜色进来啊，它的就像画花瓣一样啊，之前教大家画花瓣一样，你把它当做一片花瓣啊，我在两头撞一些颜色进去，或者呢，我采用这种接色的方法呢，也是可以的啊。接色的方法也是可以的。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来干嘛呀？再来点里边的花纹啊，再提一提
被白色盖住的地方啊，墨线提一提。那么这一个花瓣不是这个花瓣，这个翅膀比较窄啊，它透视比较大。那么我们以这个颜色打底，尝试一下这种，加强一些它的这种透视感啊。它如果透视的话，折叠起来的这种感觉，比如2张白纸，你如果给它折叠起来的，那么中间那一块呢是比较暗的，我们看起来它的颜色没有那么亮。看看，这不也行吗？对不对？哎，干了之后再一勾，不错，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样画比较自然一些，对吧？它比你直接这么粗暴的去平涂它呀，显得更有味道。这个我们这个勾过线了，勾过线就怕勾过线啊，不是不能这样画，就怕什么？怕跑墨啊，这个问题就比较烦人。它一旦跑墨，那整个蝴蝶它可能就会比较脏啊，所以你看看你的墨，如果你的墨呢是新墨啊，比如是今天倒的墨汁，它有可能还好一些，它只要干透了。但是如果是以前的墨汁、昨天的墨汁、前天的墨汁啊，里边掺和了，那可能就会跑。你看我这就是上一节课的墨汁啊，跑了一点点，跑的还不算太多。如果跑的比较多的话，你就得注意啊，那可能会很脏。所以如果勾过线了，大家呢就尽量染这个白的时候，你就像画工笔似的，一点点染吧。啊，你就挨这个。就隔着这个线啊，不要压着线，它会好一些。那么我在基础之上，同样也撞一点颜色进去，撞一点，这边啊，这边。你看这边这个小黑点啊，就容易那个跑墨啊，这种小黑点。你说画画的这个顺序啊，它是有讲究。说的是，刚才那个同学说的是这个蝴蝶对吧？说的是这个蝴蝶的腿没画是吧？腿在这儿，哎，你这么一说，我看着倒是像，啊，我看过来了，我明白了，我刚才讲错了啊，同学们不好意思，刚才讲错了，我刚才说它是个仰视的，它不是仰视的，它才是个仰视的，肚皮朝我们，它是后背朝我们，明白吧？我们忽略掉它的一个翅膀，我们光看它的身体和这个前面的这个小腿啊，我们会发现它的翅膀挡住了腿。对不对？所以呢，证明呢它是后背朝我们的，啊，我讲错了，不好意思啊，它是这个肚皮朝我们，它是肚皮朝我们，它也是肚皮朝我们，刚才那只也是肚皮朝我们，唯独它是后背朝我们，就它俩对着飞啊，像跳舞一样转圈圈一样啊。一个转到这头来了，一个转到这头来了啊，像跳那个交谊舞似的。
可能这就是翩翩起舞吧，这就是翩翩起舞的场景啊。梁山伯祝英台啊，我怎么想起了庞龙的两只蝴蝶呢？还是你的格调高雅呀，峨眉乔尼。我脑海里闪过的是《两只蝴蝶》这首歌。第三只不能让第三者啊。那么回头如果是，我就全部涂了吧。回头我再复勾啊，复勾一下。这样没泡沫啊，我就全涂了。涂完之后我再复勾一下，有的这个线，你看这样一画，哎呀，泡沫了。你看看这个黑点这一块全黑了，脏了，看到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嘛。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再撞一点颜色进去。然后呢，这白色干了之后，可以用白色再提白啊。你觉得不够白的地方呢，用白呀再提一提。啊，等它干吧。可以了，等干即可啊。等干了之后，我们再来收拾啊，仔细的收拾一下。下面呢，我们把这个地面呢用到的是这种撞色的方法啊，山石。这个山石，那么赭石是基础颜色啊。画兔子呀，好的，可以啊，没问题。今天10几号？13号对吧？哎，今天14号、13号了，14号了。14号了，争取月底之前啊，给大家画兔子吧。老师喝口水啊，休息一下。有新来的同学啊，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个粉丝牌，进个抖音群。这2天呢就比较忙一些啊，所以呢好多这个大家发的信息没来得及看。从明天开始啊，恢复正常了啊，我就有时间看看大家的消息啊，然后准备咱们的课程。好，那么给大家演示啊这种撞色。那么它的这个撞色，看到没有？它的撞色撞的比较斑驳啊，这种山石啊撞的比较斑驳，它积了大量的这个颜色和水，所以出现了这种效果啊。如果你只想浅浅的啊有个山石的这种感觉的话，你就不要加那么，就不要撞的太湿啊，像这个白菜一样的撞的比较湿。那么撞的没有太湿的呢，它是比较干一些，对吧？它没有这么斑驳，像这都很斑驳啊，正面的都比较斑驳。
赭石里边加一点淡墨啊，这个叫带赭，这个在日本吉祥颜料里边叫带赭，不叫赭石啊。所以我们兑一点点啊，兑一点点墨，不要太重了，不要太红了，不然这个颜色太红了啊，跟赭石似的啊，比咱们赭石还红。不要它太红，你就调一点淡墨进来啊，调一点淡墨进来。开始水分可以多一些。如果感觉还红怎么办？上点这个小土黄啊，这土黄怎么还起皮了呢？啊，上点土黄，调和一下啊，中和一下。好，另外一个碟子啊，有一点黄黄绿绿的颜色。这个碟子里边，我们整一点黄黄绿绿的，这个黄也行啊，包括之前的藤黄也行啊，把藤黄调开。然后这里边啊，整一点三绿，整一点三绿。那么这些都是准备工作啊，准备工作。因为我们画的是墨骨，墨骨呢最害怕啊，干了之后你再往里边，如果有些撞色需要撞色的地方，就得趁湿撞。所以我们提前准备好这些颜色，做好准备工作。好了，开始了啊！试一下水。先用赭石。感觉好像颜色还是有点深啊，我再加点黄进去。那么我从边缘开始啊，从边缘开始找好它的一个高度。不要太干啊，湿一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吸走，把水吸走。如果太干了之后，它会很快就干了。那么它就边缘就会形成，就会形成一个水迹。它一旦已经形成水迹了，你再画的话，那等于说是画第二遍了。它会干了之后又会有一个水迹。所以啊，就看这个需要。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水迹呢，哎，你就一遍的时候啊，这个水头大一点，让它干得慢一点，这样呢，我们随时可以调整，可以控制它，对吧？一块一块地方的这么去画它啊，我们先把这一块画了，你别整个铺满了，你再来调整里面，那容易什么？容易等你整个铺满，这边已经干透了，有可能啊，特别是北方家里边有暖气的同学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你顶多是2个局部一起画，对吧？好，我们现在往里面再撞一些颜色啊，撞一些颜色。往里装一点颜色啊，绿色，对吧？它其实是这个头上它是比较深的颜色，那么我们调一点淡墨啊，调一点淡墨。哎，用这个淡墨，首先从头上这么撞下来，让它流淌下来。好了，不要说涂的哪都是啊，这么点啊，这么点状的点一点，然后呢，再加入我们刚才的三绿啊，调了这个绿色，也不纯是三绿啊，就是一个绿色。这个地方的绿不是最绿啊，最绿的是在那个小蝈蝈那头，的绿是比较绿的啊。
哎呀，对呀，还有个小蝈蝈没画，哎呦，看看这任务量啊，挺大。哎，可以挤点绿进来，看到没有？哎，挤点绿进来。那么下面这一段啊，它有可能啊调了一些太白啊，调了一些白，淡淡的撞了一点白进去。那么这个红啊不会显得太红了啊，淡淡的撞一点白进去。然后呢，撞一点什么黄啊，撞一点黄进来也行。你看整个颜色啊就改变了，看到没有？颜色它就会发生改变。好，开始啊，开始底下开始铺底下了啊，底下动作稍快一点，快一点。这是个妥妥的撞色法啊，颜色有些红，还是有一些红。先铺，你看他还把这个山石哎弄了一点层次啊，底下是一层，上面这个凸出来的是另外一层啊。他想在统一中想搞点变化，那么就是通过颜色的这种积攒啊产生的这个变化。好了，那么到了这头上啊，头上这一块呢，首先里边呢也是比较重一些的啊，我们点一点重色。还是这个赭石，到边上啊，到边上，到这边，到了这头，到这头，小蝈蝈啊，小蝈蝈。那么小蝈蝈这一块它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啊，黄黄绿绿啊，还有点赭石的这么一个颜色在里边，看到没有？哎，看黄黄绿绿的啊，也可以有一点赭石，不是不行。那么你看这边感觉快干了啊，我往这边过渡一下，让它要快一些，要快一些啊，不要太慢了。首先呢，把它这个大概的石头的形状啊，你首先给它勾出来，赭石撞进去啊，乱撞，小路乱撞啊，一下，你看干了之后是不是有水迹了，对吧？哎，就像小孩尿床了一样啊，这种感觉。突然一个雅致的事让我一描述，是不是不雅了？来啊，这边赶紧啊，这时候要抓紧时间啊，把这个绿啊、黄啊想要的颜色往里上啊，往里上啊，调绿不够啊，调绿，黄不够加黄啊，水不够撞水，白不够撞白，它是个小草地似的感觉啊，你看看，哎，给它分一分，分一分。
然后还需要墨的地方啊，需要墨的地方，抓紧时间。干了之后就不太好弄啊。趁湿我们往后呢还会进行一些调整啊。好，那么这个边缘这一块，这里边呢要重一些啊，重一些才能衬托出小白菜来嘛。小白菜的这个颜色啊，这么绿，这么嫩，甚至你可以调淡一些，你可以把这个淡墨调得很淡很淡啊，你多撞进去一点，对吧？像这样的啊，你可以调的淡一些，不需要调太重。那么有些地方也可以重一些，比如这个石头，我想让它出现这种结构的变化，我完全可以重一些啊，看到没有？重一点，到这边啊，再出现一个层次。好，底下赭石太红了，赶快处理啊！太红了，赶快处理。你要处理它，你可以用绿啊、黄啊这样的颜色啊，藤黄呀、绿啊这样的颜色。不知道是白菜还是油菜花，好像是油菜花，好像这个菜是可以开花的啊，这小白菜是能开花的，我是在农村见过啊。虽然我在农村待的时间不长吧，不是，但我是真见过啊。白菜是会开花吧？你看，装了一点水，装了一点色进去啊。干了之后非常斑驳啊，这一块这水积的太多了，水汪汪的一片。那么这种方式啊，大家看到没有啊？这种方式，大家看啊，你可以画啥呀？你画一些斑驳的残荷啊啥，这种类似于这样的行不行？是可以的吧？那么我的这个发的有一条视频里边，画了有一个残荷，一个小鸟，画了个团扇啊，就是采用了这种基色的方式啊。干了之后斑斑驳驳、斑斑驳驳的啊，对不对？该重的地方呢，我们再调整调整啊，再回过来调整一下。稍稍积攒一下啊，积攒一下，不要积得太狠了啊，积得太多也不行。我微微调整一下啊。那么这些细小的地方，微微的调整一下。你看，那么这一幅画啊，假如说要想把它画得非常完美啊，等这个干了之后啊，等这个底下干了之后，叶子的部分有些地方还可以二次撞色。那么二次撞色怎么了？让大家操碎心咋的了？我哪儿没做对吗？如果二次撞色的话呀，那是有技巧的，你不能说还是像第一遍这样去画，那不行。二次撞色有二次撞色的方法，回头教给大家，好吧？一点一点来啊。今天晚上录了课了，今天录了，对，上一节课没录上啊，没录上。明天白天我或者录一下，要么或者就干脆直接重新直播一场了，只能是这两种方法。因为自己单独录一遍呢，这个其实一个人跟自己说话有点难，但是可能速度会快一些。看情况，看明天的看情况啊。明天如果小孩在家，我就只能自己录了啊。小孩没在家，我就可以直播一下。好，
把毛笔吸干一点，找着毛笔啊，吸干一点，把不需要过多水分的地方吸一吸，不要太重了颜色啊。底下啊这一块全部吸走啊，吸走在废纸上蘸一蘸啊。刚才因为时间比较紧急啊，因为画这个墨骨呀，刚才几乎没看弹幕啊，就自己还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以前上课也是这样啊，经常有时候确实你要那眼睛就老盯着屏幕，还咋画画呀？请问用的什么颜料？吉祥颜料。最后专门给大家10分钟，给大家聊天，好吧？有什么10分钟专门看弹幕啊？有些地方还可以，比如说墨色不够重的地方啊，可以继续啊加一加。我之前画的像这种墨骨石头啊，我用纯的用水呀、用墨画的。就上次给大家看的这个，这幅作品里边有。上次给大家看的画我放哪去了？什么？你是抖音啊？清流谈不上啊，这哪能谈得上清流呢？啊，那么这幅作品里面这个石头啊，就是水和墨，撞出来的，自然而然的这种啊流淌的感觉，对吧？那么我先是用水打湿，然后再往里边注入墨，看到没有？出来的这种根据它自然流淌的一个形状，有的地方因为一开始用水画嘛。用水画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看，如果用颜色画，你知道哪儿画到了，哪儿没画到。如果用水画，有的地方就没有画到啊，没有画到的地方呢，我就有时候会根据这个形状啊，就画一个小眼儿呀，这样的啊，让它形成一个太湖石的感觉。这是单纯的用墨色来画。那么以后呢，课里边会有啊，如果上墨骨课会有这样的，以后如果等大家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要教大家居廉居巢的，壬伯年的、运寿平的等这些墨骨啊，我认为学差不多了之后，我就开始教我自己的原创作品了，好不好？像类似于这样的小幅的，有同学说要画团扇，对吧？小幅的团扇的，或者是那种折扇的这种扇形的啊，好不好？然后教大家画这种我原创的这种墨骨作品。那么这种墨骨作品，它首先难度上，它不是太大。你看啊，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撞色呀，这种会教大家一步一步，首先平涂啊，平涂完了再撞色等等这样的方法，好不好啊？教原创的啊。因为什么？因为这种传统的教的人很多，对不对？教大家传统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家这个了解这个墨骨啊，墨骨的一些渊源、一些来头。那么教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教一些我自己画的。那么教我自己画的呢，会给大家讲一些什么？讲一些我创作的一些思路在里边，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创作呀？那么这个呢，就会更偏向于创作一些，更实用一些，对于大家啊，相当于进了一阶了，对不对？相当于进了一阶了。这是我的一些设计啊，一些初步的一些想法。那么关于小写意方面也是同样啊，首先呢可以教大家一些什么喜欢的一些名家作品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老虎啊这种动物类的啊，也会首先教大家一些临摹的。等临摹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差不多了，咱们再来画一些创作类的啊，教大家如何构图等等这些。什么是真正的创作啊？其实我们以前呢有一套创作课，已经研发出来了，可惜了啊，后来夭折了。那套这个创作课，那杀死了我好多脑细胞啊！那给我为了研究那套课程啊，从大纲到这个课程设计啊，再到大纲，再到每一节课的内容、逻辑等等这一系列啊，那我是真是都是我想出来的。但是最后，他们认为太专业了，就没有上线，夭折了啊，夭折了。好了，现在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啊，我就按我自己的思路来了啊。好，这个就等它干一干啊。我看看小蝴蝶干，小蝈蝈还没画呢，小蝈蝈把小蝈蝈画了。把小蝈蝈画了啊。那套教给大家，慢慢来啊，慢慢来，都在我的脑海里边啊，课程都在我的脑海里边，但是没那么快啊。你真正的想从这个临摹走向创作，那不是说一年就能做到的，不是说一套课两套课就能够做到的，它是慢慢的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进程啊，一点一点的，就像小孩长大一样，他一点一点的才能长大，一顿饭一顿饭的吃才能长大啊。但不过没关系啊，咱们的课程不贵，对不对啊？你买一期，再买第二期，再买第三期，也没多少钱嘛。而且这一期课也挺长时间，对不对？好，我们再画蝈蝈，快九点了啊，画蝈蝈喽。小蝈蝈啊，扒在这个地方，小蝈蝈非常的孤单，没有伴儿，就在这一块啊，小蝈蝈。对，慢慢来，不着急啊，不着急，慢慢学，你肯定会有收获的啊。小蝈蝈是个赭石色啊，赭石色，就刚才的赭石我们用一下。我给他画一个瓣儿啊，让他自己找。哎呀，他这个小蝈蝈画的相当的仔细复杂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原图，
这小蝈蝈画的都绝了，我感觉连嘴巴、眼睛，嘴巴这个等等啊，你看看，哎，我再放大一些。你看，绝了！你看看这个嘴巴啊，这个脑袋不是纸巾啊，怎么会把是那个是用的水胶带粘的啊？你看看这嘴巴啊，还张着个嘴，感觉还有小鼻子、小脸似的啊。这是什么人才？你想想，这是什么人才？所以古人的这个对于生活的这种观察细致入微啊，是我们现在根本很难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种相机了，有了这种技术，你是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观察这些东西。而且咱们现在也不玩蝈蝈了，对吧？咱们平时哪玩蝈蝈呢？哎，不过我之前啊，我们公司楼下的餐厅有家餐厅里边，那个老板养了好多蝈蝈放在门口啊，就个儿特别大，这么大一只，这么大一只啊！每次排队打饭的时候，都会跟他玩一会儿。小时候捉过，我也捉过啊！我上山，小时候我们家住山上边，我也捉过。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画山水的，我不应该画花鸟。为啥呀？我从小住山上面啊，我从小住山上面，然后山上面，南方嘛，我是湖北的，住湖北的南边啊，湖北的东南边，那个老下雨啊，那个云雾啊，一下雨之后那个雾气呀，云雾缭绕的那个感觉哈，哎呦，我从小我就都看烦了。一下雨，那个山里山一半都看不见了，都被云雾挡住了。然后日出啊，每天特别夏天，4点多5点，这个日出，这个太阳就出来了。好，我们大致先画一个头，这有个缺口是它的小嘴巴啊，有个缺口呢就是它的一个小嘴巴啊，有个小嘴巴。那么身体这个背部啊，这个脖子部分，那么是一个三角形，留出水线啊，与脑袋之间呢，你留出水线来啊，小蝈蝈，哎，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三角形。挂小黄车，啊，回头再挂啊，回头我画完了，画完了再说吧。好，身体部分，哎，那就是一个腹部加一个什么，加一个背部背部的小翅膀了，哎，跟那个蚂蚱，跟那个小螳螂，它那个背部的感觉呢，也是差不了太多啊。用这种墨骨的方式，我们来画啊。先以块面为主啊，你看，先以块面为主。
南派技法，哎，那个东西我不能上啊。这个原因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为啥我不上那个课，不在这儿啊。好，肚子部分，肚子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啊，肚子一节一节的啊。那么我画的时候，你看一小段一小段的画，中间，然后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啊，可能会碰到一点点，没关系，如果碰到就碰到了，不要害怕的。到底下你可以顺着下来，一会儿用这种撞色、撞白色的方式呢，再来分啊。上面块面比较大，我们是单个分，单个分。对呀，我这变相教给你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你非得提那么些敏感的词，哎，我那个版权不是我的，明白吧？那个东西版权不是我的，虽然是我研发的，但是版权不是我的。好，整一点淡墨啊，整点淡墨。一会儿干了啊，一会儿干了，整点淡墨啊。脑袋这一块要重一些啊，背部这个颜色重一些，淡墨啊，给它加上。同样啊，这一块呢颜色也稍稍相对来说重一点啊，重一点。肚子部分撞白色，撞白色。翅膀后面也撞一点白色啊，哎，小嘴巴、小鼻子撞一点，非常精致啊，非常的精致。一个精致的小蝈蝈啊，精致的小蝈蝈，不是一般的蝈蝈。小触角，小触角，这边一个。所以那天我看到一个文章啊，看到一篇文章，就说这个画写意啊，所以有的人说这画写意，说就嫌弃工笔嘛，认为工笔是制作呀，是这那，就说，那他提出一个观点啊，这个咱们中国画经常有啊，说中国画这个会有一些没落的迹象嘛，这是因为什么？其实他的一个观点是说是因为写意画啊，所以说我们说写意画是中国画的一个高峰，对吧？但是同时呢，也是造成了中国画啊，有一些停滞不前的这种原因，明白吧？他这个观点我觉得说的比较对，因为你想想中国画的一个历史的高峰是在哪？宋朝，对不对？宋朝，对吧？这种精益求精啊，比较精致的、比较精细的，你首先你对这个物象任何的东西啊，有了比较
比较仔细入微的这种观察之后啊，细致入微的理解之后，你才能提炼概括啊，才能你再来画写意画，你才能画好，对不对？你才能了解。你不能光是玩笔墨，你对这东西不了解，你去概括它，去怎么着？那个都是，我觉得都是不对啊，都不对。你根本不了解，你说你笔墨这那的，你还嫌弃工笔这那的，我觉得不对啊。除非你说你工笔也画得好，然后你再来画写意啊，你对这个东西掌握透了，你才有资格来评判。那么好多人呢，他就是自己呢也不太懂，完了就人云亦云啊，人家批判工笔这那的，他也批判，跟着批判。人家文人，古代的这个写意画啊，那是文人画，对吧？是文人画的高峰。文人画他自己画，自己作诗。咱们现在谁能自己画一幅写意画，自己做首诗的？哪有呢？根本没有，都是从抄一首诗，对不对？好，等这个干啊，这没干不能整啊。我拿吹风机吹一下，要不？算了啊，我们先把蝴蝶整一整啊，把蝴蝶整一整。你是嫌弃工笔麻烦，对呀，那是可以理解嘛，可以理解啊。但是你不能说嫌弃工笔画拖后腿，那是不行。好，对吧？你说你跟苏东坡啊，跟苏轼这样，跟王维他们这样啊，真正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你自己有才华，确实有这个才华，自己画个什么东西能够抒发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情感意志，对吧？自己再做一首诗，哎呀，名垂千史，那无话可说，那是佩服佩服，对不对？你没这个能力啊！现在大多数这个画写意的哪有这个能力呢？不都是别人的东西啊，前人画的这种写意，然后自己呢加工加工啊，鼓吹鼓吹啊。所以我认为啊，两者必须兼修啊，都得会啊，才能够真正的提升自己啊，你才能够你的认识才能够不是片面的。很多人的认识它是片面的啊，比较极端。你只有了解这个事情之后，你才能充分的再来评价它，对不对？有的人一天工笔没画过，还天天嫌弃工笔这那不行啊。对呀，那宋朝那画的千百年来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到了明清之后啊，就开始慢慢的就没落了，其实就是。勾一勾啊，把小草啊，把这个什么勾一勾啊。小草长得也特别好看。
对，还没有点关注的同学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好，先把这个蝴蝶处理一下。你看看蝴蝶采用这种撞色的方法还是不错的啊。哎呦，这个颜料盒放这儿给粘上了，我的天哪！粘蝴蝶上面了，太毛躁。后期啊会给你准备一些刃伯年的啊，比较毛躁的这种工笔，我希望你能画好，好吧？这个毛躁，这个就是个借口啊，慢慢就不毛躁了。你耐着性子啊，慢慢就不毛躁了。你总认为自己毛躁啊，那你就肯定会毛躁。你给自己说我不毛躁啊，那慢慢就不毛躁了。上课时间表，上课基本上我尽快定一个吧，基本上都在晚上啊，暂时都在晚上。今年吧，今年暂时都是晚上吧。目前白天还没有安排啊。把这个蝴蝶给它勾一勾。喝口水啊。不毛，对，告诉自己我不毛躁，我不毛躁啊。对大家点点关注啊，之前忘说了，之前说的少，不爱唠叨，喜欢也不是不爱唠叨，喜欢唠叨一些画画方面的事情啊，喋喋不休。我觉得我有点唠叨，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有时候有点嫌弃我自己，觉得自己怎么变得这么唠叨呢？小时候我妈唠叨我的时候，我就很抵触啊，有时候很烦。长大了自己怎么也变成这样的人了？我感觉就是我去大学里任教那几年，去当正儿八经的当老师的那4年，抠不了就不要抠啊，抠不了就不要抠。细节能够让你对事物啊有所了解，你知道吧？它就像一个说明书一样，宋画它就有这种这种图像说明的功能。所以好多的画呢，它利于什么？利于我们考古啊，干什么各方面，对不对？作为佐证，就因为它详细。啊，这个是没点啊，也没勾，点一点，勾一勾。如果是白色，如果是在白色的上面啊用墨的话，有时候会比较阴啊，有时候会阴一些，阴开。那么我发的那个不是朋友圈，发的抖音里边的那个画的那个壁画呀，它就是在白色的这个上面画的啊，就是在白色上面画的，因为壁画嘛，墙壁嘛，就跟咱们画墙绘似的啊，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在白墙上画的。它虽然有一个叫什么，地藏层，然后呢有泥沙层，然后还有这个土层，然后刮个大白啊，刮完大白在大白墙上画，所以程序会比较多，比较复杂一些。
有没有敦煌的同学呀？以前我们写生去敦煌，哎呀，真是这种西北的这种感觉，有一种豪气啊，有一种这种，就像武侠电影里边这种龙门客栈呐、类似于这样的豪气啊，大漠孤烟直的这种感觉啊，非常好。敦煌的土啊，都是值钱的，知道吧？敦煌的土，你再搜一搜啊，有卖这个敦煌的土的各种颜色的土，它其实就是一种当时敦煌壁画的画画的原料。那么在那个时期哪有这些颜料呢？都是用的当地的一些土，不同颜色的土来画的，好多都是那样的。所以有一种土叫敦煌土，是可以用来画画的，还很贵。如果你是画壁画，画那个重彩，可以买一点啊，特别有意思啊，很好玩。那如果是那个岩彩呢？岩彩那就不一样了啊。岩彩都是用了矿物质啊，用了宝石这些等等这些东西画，磨成粉做颜料画的，那太贵了。我同学啊，有一个是毕业之后专门搞岩彩去了。他说他们有时候画一张画，那个材料费都花大几万啊，一幅作品材料费花大几万，画完之后提都提不动，那幅作品提都提不动，太沉了，全都是这种高档材料的堆砌啊，然后最后造成一种什么结果呢？越画越穷，越画越穷，都买材料了。有线稿啊，线稿在那个，如果拍了课程的话，去那个学浪那个 APP 里边啊，会有那个课程资料，你自己去上面查看就可以了啊。我会上传到那个上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上一节课的这个不是2节课画成了吗？上一节课的这个视频啊，由于我没有录制啊，失误了，没有录制的话，导致呢现在视频还没有上传。明天我重新画一遍，重新录制一遍，然后我再上传，或者呢重新开一场直播，在白天的时间，到时候，那么到时候如果开直播，我就默默的开了，我就不通知了。如果不开的话，我就是自己录制了，看明天家里边情况啊，吵不吵闹。如果吵闹的话，我就不能开直播；不吵闹的话，我就能开直播。中午直播，中午你们不睡觉吗？之前还哎呦，猫头鹰来了。之前那个要说啥来着？忘了。
忘了要说啥了，不好意思啊。之前还开玩笑说，以后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准时开直播，开到8点，然后吃早饭，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送孩子上学干啥的。暂时不会涉猎的那么多啊，那120节课哪够呢？又是山水画鸟人物，那完全不够啊。暂时没有那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课程介绍吧。暂时呢，我是因为以自己的强项嘛，自己擅长的教给大家。那么墨骨画这2张可能稍微难一些，到后面我会挑一些简单一些的啊。由易到难这样的也可以，会有一些简单一点的，会有一些难一点的，有一些呢还是自己的一些创作的教给大家。然后写意的话会有一些简单的，也有一些难的。如果是涉及到飞禽走兽会比较难一些，如果仅仅是说一些禽鸟花卉类的呢，会比较简单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啊，应该是难易各有都有吧。系不系统也不好说。好，小蝈蝈干了啊，回来画小蝈蝈。小蝈蝈喽，这小蝈蝈啊，眼睛，小蝈蝈的眼睛啊，跟那个电影里边那个什么电影里边的啊，那个眼睛感觉差不多，是个像一个小米粒似的啊，两头比较尖一些。你看，小蝈蝈啊，小蝈蝈。先涂个小黑点，回头呢再加个高光啊，加个高光，点个小白。那么这个里边如果你能画出来，你就画；画不出来呢，你就可以不画啊，可以稍微勾一下，勾勒一下。那么它不就有了？再点个小鼻孔啊，就有了这种脸部的感觉、面部的感觉啊，就有了。那么其实好多电影里边的一些什么怪兽啊这样的东西啊，它好多都是从这个昆虫类的这种面部特征，然后进行改变啊，进行创作的，对吧？你看着这个现在啊，你看着这个头部，你有没有想起来像是一些科幻片里边的这种怪兽啊？好，腿。这个腿较为强壮，较为强壮啊，可以重一点，不然看不见了。这撞一点墨进去，你看，复勾一下。就是这种感觉啊。好，身上的这些啊，都要再勾勒一下啊，勾勒一下。特别是它背部的这些纹路，它与这种知了啊，与这个蝉呐，这种还不太一样。
点几个点，好，小肚子啊，勾一勾，强壮的大腿，强壮的大腿啊，可以淡墨加赭石，不要太干，注意啊，不要太干。这个大腿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撞色啊，进行一次撞色的处理，所以你不要画的太干了啊，太干了的话呢，没法撞色，明白吧？这个腿我可强壮了啊。上面这块非常的粗壮，看到没有？然后呢又比较细，到这儿呢又比较粗，关节。那么这个就像写字写一个横画的感觉啊，你可以写一下。写一下，有钩子啊，它这个腿这是有钩子的，一个小钩啊，小钩子的感觉，对吧？然后上面有一些小刺，这个腿前面4个，后面2个大的。第二粗壮的腿啊，画错了，不好意思啊。这个腿呢，其实就是这么下来到这儿的啊。这个腿呢，它是放在后边了啊，放在后面了。然后后面这个腿它是这样穿到这儿来的啊，看错了。哎，你看这个腿它是折过来之后，到这儿来啊，这2个腿撞一块儿了。然后呢，撞个色啊，白色呢，拿白色撞一下。干了啊。好了，中间这一块还有一个侧面的啊，侧面的那个腿啊，你看看这个蝈蝈，你画完之后，你对蝈蝈的这种形体结构，你就会有了很充分的认识，对吧？每一部分的大致是个什么形状，你就知道了，对吧？是不是认识蝈蝈了啊？每一部分头大概是怎么画，长什么样啊？背部呢是个三角形，对不对啊？后背那是个长的，这个比较好了解啊。肚子呢是一节一节一节的，一块一块的啊。你说它就有这种这个图像功能、说明功能，对不对？认识功能，这是咱们讲美术、讲绘画的它的一些功能作用。那么就其中就包括认识功能、说明功能，对不对？那么咱们的这种比较精细类的这种工笔画呀，这种精细的墨骨画呀，它就具备美术的这些功能。小草，把小草底下的小草根一根啊，小草根一根。还说今天有时间画一张小写意画，哎呀，这个时间还是不够用啊。那么这些小草的画的时候，用笔你要方硬一些比较好啊，不要太柔软。有同学像画兰草它是撇的，特别的
特别的柔，那么就缺一种生长的力量。你看真正的兰草，你家里如果养兰草啊，这个兰，它那个兰草它是有弹力的，对吧？它有弹力，它是有力量的。我之前养了一盆特别细的这个兰草啊，不是那种粗叶子，是那种特别细叶子，特别细的这种叶子，特别漂亮啊。叶子不多，但是很漂亮。可惜后来被我养死了，不会养。对对，野兰野兰说的对，就是野兰，从山上挖的。对了对了，哎呀，这个雨静同学你懂啊？我一说你就明白是野兰了，还真是野兰花啊，就是从山上挖的。在贵州啊，在贵州的这个山上面，我一学生给我挖的啊，给我寄过来的，简直太好了。现在也不好意思让人，现在人家也是老师了啊，咱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再让人寄。那会儿他刚毕业回家之后，他家是贵州的啊，回去之后呢，就给我寄了2盆过来。啊，找到工作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给我寄了2盆兰花。是吗？你不许挖了呀！不能浇太多水，对吧？不知道啊，不会养啊。不太懂这个。等春天到春天了，我养几盆花啊，买几盆花，画个写生啥的。去年不是去年春天，就今年春天的时候，要不是这疫情啊不能提的这些事儿，哎，算了，回头又不让我上传。这些小草啊，就分组这样的，注意一点疏密聚散啊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一块是要密集一些，对不对？这块要密集一些。哎，其他的地方你要注意一点，不要画的太散，要有一点层次。比如说这一圈啊，到这儿呢，下面又一排。你看它用笔啊，都比较方硬啊，比较方硬，像画小竹叶似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哎，人字形，对吧？哎，是不是？你看又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像画小草像这样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小竹叶这么去画它，是吧？这所以就是临摹呀，有时候临摹就是一种学习嘛。学的过程中你得思考，你得联想，你不能光只是把它画出来，你画的时候要通过联想、想象啊，然后呢，让自己对这个东西有自己的领悟，你就进步了啊！你就进步了，你就慢慢会走向创作的这条道路，你就知道怎么创作了。哎，有时候用点这种小的连笔，你看到没有？小的连笔，
小草。回放在学浪 APP 里边看啊，学浪在下载学浪 APP， 然后呢，在学浪 APP 里边查看我的课程。好，像这样小草啊，给它画一画，差不多了，画一画。上面还有一株啊比较长的这个草。画完，把这个小花蕊啊，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黄花，它也是有花蕊的，小花蕊一点。你看它用笔全是这种啊特别方直的这种线条啊。他根本就没有把它当成草来画，这不是一般的草啊！是不是又学一招啊？以后像处理这种小草的时候，你还在用这种圆乎乎的这种线条吗？不要用了啊！用这种方折的线条，给你的画面大大的加分。这里边可以随意的点两笔，丰富一下丰富一下。好，回过头来把小白菜也要跟上啊。什么？我看一看，看看大家聊啥了啊？演一下什么？演一下学浪啊。哦，我下载了学浪啊，我之前在学浪上买过别人的课程，当时买了一个这个，不说了啊，买了一个我喜欢的课程啊，跟画画无关的课啊，买了一个跟画画无关的课。你看进入学浪之后，不是有这个这个课吗？这是我的课啊，课程里边，然后咋？哎，我没购课啊，我还演示不了呢。然后这就会有这个视频嘛，视频回放啊，有这个视频回放。首先你要下载这个学浪 APP 啊，学浪 APP 才行。好吧，我也演示不了啊。小草就是这个，绿啊，加一点墨就可以了啊，绿加点墨就行了。把这个小菜叶子啊，小菜叶子勾一勾，加一加，提一提啊，有的要该重的地方，我们要让它重一些了。看到没有？白色啊，白色也得跟上。石头的颜色可丰富了，有赭石，有藤黄，有这个绿啊，有三绿，还有墨。你要没看呢，你刚才没看的话，那我跟你说，你也不一定能画出来啊。这个必须看了你才知道是怎么画的。没看，给你告诉你颜色，你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画。课程有限稿啊，你们购课之后呢，会进入到学习群，我会在学习群里边上传学习资料，里边就有线稿，有彩稿。
提一下啊，把这个颜色提一提。是吧？提一提就有精神了。特别是几片大的啊。建什么群？建粉丝群呢？把这个白菜叶子啊，给经络啊，用白色走一遍。好多还没有勾啊，回头都给勾上。那这个居联的这个画呀，可复杂。看着简单啊，看着你感觉没什么，你要是画进去了，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能够进步很快。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画啊，里面的，所以人家大师就是大师，为什么能开宗立派啊？那手底下为什么能教出这么多名家？你看看我们知道的啊，二高一陈，对不对啊？高启凤、高剑父啊，包括什么，直到今天，岭南画派仍然是秉承着这个居联居巢这一脉啊，仍然受到它的影响啊，可想而知吧，多厉害吧！你再看看今天的很多的岭南画派的一些画家，就广东那边的画家呀，他的很多的风格呢，仍然呢是受到这种居联居巢的这种影响啊。你看他们的画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起码在学习阶段呢，在早期的作品当中啊，都能看到一些他们的这种影子。咋的了？手机马上没电了啊，拜拜。这陶醉画画了是吗？对，因为我很想，我这个是给大家选的作品，我是有几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考量大家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想画，假如说是我不喜欢的，我自己不喜欢不愿意画的，那我肯定是直播的时候，你想想我能画好吗？画不好吗？必须我也是特别有这种想画画的这种冲动啊，才行嘛，对不对？所以画的时候，我画的平时直播的时候呢，我可能是比较投入一些啊，对于画画这个比较投入一些。对于聊天呢，我就自己自说自话了啊，就不大改不了这毛病啊。其实，在之前的课程里边可能就有一些，在以前给大家上课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时候漏掉大家的这个字幕啊，慢慢的改，这个其实不大好，对吧？
所以有什么问题啊，你别一会儿呢，你别走太早啊，你可以问问我，等我画完了，你是可以问一下的啊。其实这个事儿，你说画画的时候他咋能一直抬头看呢？看屏幕呢？也不可能啊。好了，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你看白色旁边啊，它是有一条深色的线，这样呢就能衬出这个白菜的那个茎是比较粗、比较厚啊，有一种立体感，对不对啊？我们吃白菜的时候，你洗白菜的时候，你可看到吗？你看到那个茎是比较粗壮的，相当于人的血管一样。一加重了啊，有一深一浅的，它就相当于是有了这种体积感了，有了，就我们画素描就说有明暗，对吧？有立体感。那么立体感它不就是通过深浅的对比才显现出来的吗？所以呢，浅的白色的线旁边又加了一个，我也进我的血浪，说明我回头再那个发一个这个视频啊，发一个学习如何教大家如何找资料的视频发给大家，好不好？你要进到你那个群里边。那以后这样啊，我在那个学习群里边发一次，然后再上传到他那个官网上啊，再上传一遍。我一开始也没发现啊。好了，那么今天这幅作品呢，哎，差不多啊，小红花啊，小黄花，小黄花上面有一丢丢这个小花蕊啊，有一点点小花蕊。你用红色，红色不要太重了，就比这个黄啊偏红一点的红就行了啊，这个橘红这样的就可以了，因为它画的面积太小了。你如果点的太红，会怎么样？会太突兀啊。你看，你点一点点，这就是零星的点一点就行了啊。特别小啊，别点大了，一定要特别小，就笔尖针管大小啊，针孔大小就可以了。啊，点特别小。拿个小笔尖碰一碰，笔尖碰一碰就可以了。一种若有若无的这种感觉啊。好，那么下一节课咱们画这个小写意啊，画小写意，画一幅小写意的作品啊，好不好？下一节课呢就不画墨骨了啊，就教大家写意的技法了。
那么有新进来的同学啊，没有进老师班级群的啊，进这个抖音粉丝群的，可以点击老师的头像加关注，然后进群。老师点个小灯牌，然后呢，进了抖音群啊，每次上课呢都会通知大家。还不会看课的同学啊，不知道怎么看课的同学，下载这个学浪 APP， 然后从学浪 APP 里边进入我的课程里边啊，就可以学习了。那么我们的课程啊是包含有墨古画，有这个写意画。写意画呢会包含有这种常规的啊花花草草啊、小鸟啊，还有这种动物类的啊。基本上墨古与小写意呢各占50节课，然后呢会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啊，画一些动物啊，类似于刘奎林这样的啊，这种风格的动物作品。老师什么？老师提学浪直播间有提没有啊？没有警告啊。对，想买课的同学去老师点击老师的头像啊。好的好的啊，下课了我多建几个群，你可以点击老师的抖音账号，点进去里边有个橱窗，从橱窗里边啊可以看到这个课程。哎，我今天是不是有小黄车？刚才俏妮说我有小黄车，是不是？我有还是没有？我看一下啊。为什么我手机的网速这么慢呢？你看，可以点到我的主页里边啊，点到我主页里边，点这个店铺啊，进入店铺，就有这个课程啊，大家可以购买。想要学习的话，可以购买啊。后期会有比较丰富的课程，早购买早学习啊，不要到后面又想买了，发现又积攒了好多课，前端的没有学习啊。大家如果想学习的同学，可以尽早的购买。然后小黄车我也开通了，是不是？你看看，呀，我终于有小黄车了啊！是我自己弄的，但是我不确定它，因为我看不到，因为我电脑的这个页面和这个不一样，我看不到，所以我不确定上没上去。对，这些都是我自己添加的啊，包括这本书啊，这个关于构图的潘天寿的这本书啊，非常值得吧？这本书挺好的，关于构图的。然后这个卡纸，对，这个卡纸就是我平时发的那个里边啊，发的一些作品里边画的，用这个画的，也可以尝试一下，可以买一点试一试。好了，别的也没什么东西啊，主要是购课啊，大家想买赶紧购课啊，给老师点点关注，助力。好的，现在进群啊。然后进群了之后，大家有什么想学习的啊，想学的东西呢？你可以在群里边可以告诉我，我看到我觉得如果还不错的话，就会在课程里边啊看看给大家安排一下。挂小黄车，禅意装饰画是什么画呀？怎么挂现在怎么挂小黄车？挂不了啊。
哎，怎么建群来着？好久没见，又忘了啊。我下课再见吧，下课我再见啊，我不记得了。怎么建群啊？哎，下课再见吧，下课我搜一搜。好了，那如果没有别的，还有什么事情吗？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可以问一问啊，可以问一问。对我不知道怎么建，我这个群好久没建了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啊？啥呀？之前多少后来都没有让我升级，禅意。啊，星月观天下同学啊，那这个我是不清楚的。你说的是禅意装饰画，是类似于哪一种吧？这我不知道啊。这个石头没办法再给你演示了啊，这已经没有办法再演示了。这是用了撞色的方法啊，撞色的方法就是好几种颜色啊撞在一起，然后干了之后形成的这种斑驳的肌理效果。那么这种方法可以画很多的东西啊，比如画一些秋天这种残荷呀等等一些啊都可以。除了画石头，还能画别的。回头我把拍照然后发到群里边啊。好，那没有其他事儿，咱们就下课了啊。明天晚上咱们继续，明天晚上咱们画小写意作品，好不好？画兔子呀，好，回头画兔子啊。好，那么大家再见啊，晚安。